嘉靖8年夏天，烈日烧灼下的北京城一片寂寂。东厂这时接到报案，报案人名为张福，说他母亲被人杀了。也许有人奇怪，这样的事儿不该是顺天府来接受吗？怎么东厂还管民间的案子呢？这要是在其他的地府，肯定是县衙或者府衙来处理。可是这是北京，天子脚下，帝都治安无小事，何况是杀人大案。厂卫很快到达案发现场，根据报案人张福的指证，凶手就是隔壁的张柱。厂卫们简单一看，现场遗留着一个箩筐，还有一串血迹通向张柱家。厂卫们来到张柱家，张柱正躲在屋里浑身发抖。经过询问，那个箩筐也正是张柱家的。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张柱就是凶手。东厂把案子报给了嘉靖皇帝，皇上也没当回事，吩咐转交给刑部审理。这个事儿刑部还是拎得清的，东厂和锦衣卫都是皇帝心腹，东厂已经下了结论，皇帝也定了调子，刑部怎么可能推翻东厂的结论？这要是审理出了不同的结果，岂不是把东厂给得罪了？很快，张柱被认定为杀人犯，死刑。可是张柱坚持自己是冤枉的。按照张柱的说法，自己是个卖水果的小商贩，每天早上很早都要起来去批发水果。这天早上，张柱和以前一样，天不亮就起床了，刚出门没走几步就被一个东西绊倒了。张柱用手一摸，竟然是个人，仔细一看是个流着血的死人。他因为太过害怕，连箩筐都忘了拿，赶忙跑回家了。确实，张柱也没有杀张福母亲的理由啊。老太太都嫩大年纪了，既没钱也没色，两家又没有什么仇恨，张柱也不是神经病，不可能会杀人啊。可是如果凶手不是张柱，又会是谁呢？就在这时，张福的姐姐来给张柱喊冤了。据张福的姐姐说，这个张福平时就是个好吃懒做的货，还喜欢赌博，为这事儿娘儿俩没少吵架。事发当天，张福一身是血的回家了，老娘却死在了外面，因此他认为弟弟张福才是杀害母亲的凶手，而邻居张柱是背黑锅的。最关键的是，邻居们也都愿意证明张柱是无辜的。案情出现了反转，刑部不敢怠慢，又上奏给嘉靖皇帝。因为凶手不同，案情的性质也就不一样。如果张柱是凶手，那就是一般的刑事案件，按大明律该以斗殴杀人算，判处张柱绞刑。但如果是张福，那就是属于十恶不赦的大罪，儿子敢杀亲生母亲，是要凌迟处死的。案子呈到嘉靖皇帝手里，此时的嘉靖还没有沉迷修道，还处在热心国事、打了鸡血的状态。但即使是他，也对这种鸡毛蒜皮的民间案件不耐烦了，大手一挥，着刑部再重新查案。接手的是刑部侍郎魏应兆。魏应兆经过一番走访梳理，推翻了东厂的结论，认定了凶手就是张福。可是东厂不干了，推翻判案结果，岂不是显得东厂无能吗？可刑部侍郎魏应兆也有点硬气，脖子一扬，铁骨铮铮道：事情真相在此，苍天有眼，善恶有报，别想让我干坏良心的事儿。被一个小小的刑部侍郎当众打脸，东厂不依不饶，不肯善罢甘休，又把这个案子捅到嘉靖皇帝那去了。东厂的人声称，魏应兆这货不是什么好人，他收了人家的贿赂，而且那张福的姐姐跟张柱有私情，吃里扒外陷害弟弟。案情反转再反转，嘉靖皇帝彻底有点火了，就这么一点事儿折腾几天还搞不定。皇帝一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魏应兆被下了大狱，罪名是擅出入人罪，意思是法官断了冤假错案，将无罪的人判为有罪。接下来嘉靖让三法司继续会审处理这个案子。三法司就是刑部、督察院、大理寺。一般来说，只有很特别的案子才会需要3个部门共同办公，这也是为了显示皇帝对这件案子的重视。为了显示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，嘉靖皇帝亲自点名督察院的右都御史熊嘉主持审理。为什么选中熊嘉来主持？三法司的头头脑脑们一下子都明白了。熊嘉虽然官不大，但当年在大礼议事件中是旗帜鲜明的站嘉靖皇帝的，算得上嘉靖的亲信。为应兆的审理结果，皇帝表示不满意，罪名还是说他断了冤案，现在又让熊嘉来主持，皇帝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。能在官场上混的人，哪个不是人精？会审还没开始，刑部的文渊和大理寺的检消据此疾不出，我俩有病还没吃药，不能上班了，辛苦你们了。
然后就是会审过程中，代表刑部参加的左侍郎许赞竟然来个徐庶进曹营，一言不发。谁都知道皇帝是想让熊家能按照自己的意思走一个过程就行了，毕竟皇上要的只是一个结果，你熊家是皇上的人，该知道咋办。就在这不该出意外的时候，出意外了。熊家不知是良心发现，还是不会看皇帝脸色，来了个实事求是，秉公办理。毕竟事实很清楚，街坊邻居众口一词，说张福是逆子，张福姐姐悲痛之下大义灭亲。这事儿和邻居张柱没有关系，他就是被冤枉的。结果出来，嘉靖皇帝鼻子都气歪了。很快，熊家被皇帝以殉情取户态度不端正为由革职，不爱说话的许赞被命令重新审理魏应兆、张柱等人。不仅如此，嘉靖还指令用刑追问，言下之意，屈打成招也行。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只会溜须拍马的，特别明朝的言官最喜欢跟皇帝对着干。以陆灿、刘熙简为首的言官纷纷上书，劝皇帝不要干扰司法公正。然而嘉靖平生最喜欢的就是和大臣对着干，在皇帝的坚持下，最后的结果是张柱死刑，魏应兆以及所有给张柱作证的官员全部发配边疆充军，张福的姐姐被杖责100。唯一好一点的是熊家，可能是因为当初站队嘉靖的缘故，只是革职滚回老家而已。正义缺席，维持正义的全都遭了殃，真正的凶手张福逍遥法外。但是悠悠众口却是堵住不住的，有的人为嘉靖皇帝辩解，皇上是一个高尚的人，纯粹的人，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，他相信在他领导下的人民都是好人，不相信会有人丧心病狂到杀害自己的母亲。可是明眼人都知道，这根本就是嘉靖皇帝一手炮制的一件冤案。原因很简单，杀鸡儆猴。你可能很奇怪，张柱一个平头老百姓，怎么会被皇帝拿来杀鸡儆猴？他是鸡谁又是猴？张柱确实不起眼，但是他后面有个主人，明武宗的老婆夏皇后。当然了，夏皇后也不是张柱真正的主人，张柱真正的主人是夏皇后的娘家人。嘉靖皇帝并不是为了要杀张柱，而只是借助杀张柱敲打一下夏皇后乃至武宗朝的外戚势力。史书记载说，今师明张福杀母，素为张柱所杀，而帝以柱来武宗后家仆，有意驱杀之。意思是说，嘉靖因为张柱是武宗朱厚照的皇后家的仆人，有意冤杀他。都知道嘉靖皇帝是捡了个大便宜才当上皇帝的。当时年幼的嘉靖皇帝朱厚熜满怀着憧憬来到了北京城，想要成为这个帝国的主人。可是迎接他的不光是鲜花和掌声，还有冷眼。首先就是武宗的母亲张太后，她对于嘉靖母子没有太多好感的。张太后是孝宗皇帝的皇后，她对于自己没有亲孙子做接班人这件事深感失落，而一个旁支家的孩子竟然要继承这么大一份家业，无论哪个母亲心里多多少少的都会有些不痛快。最为关键的是，嘉靖刚坐上龙椅，就要别出心裁的把自己的生父朱佑元追封为皇帝。按照张太后的设想，嘉靖应该任明孝宗为亲爹，以兄终弟及的名义接过皇位。如此一来，她作为明孝宗的皇后，自然可以算嘉靖名义上的亲娘，继续稳坐太后之位。谁料年轻的小皇帝不过15岁的年纪，竟然能看透这层政治上的弯弯绕绕，拒不认孝宗为爹。这就是当年很出名的大礼义事件。嘉靖是个很倔强的人，而且睚眦必报。大礼义中但凡得罪过他的人，从其本人到家属同仆都被清算。只不过刚开始的嘉靖皇帝立足未稳，只能暂且忍一口气，准备秋后算账。如今春秋已经好几个轮回了，嘉靖的势力也发展的差不多了，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了。张太后毕竟是孝宗的女人，论起来还是嘉靖的长辈，不能随便动，那就欺负一下武宗的女人，自己的这个寡嫂吧。所以张柱被冤杀，没有其他原因，只能说他刚好倒霉，碰枪口上了。史书记载，当时嘉靖深恨孝宗、武宗两位留下的外戚家族，张柱是武宗皇后夏氏家的仆人，所以嘉靖必杀他。所以这一件凶杀案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索罢了。嘉靖皇帝故意杀掉一个无辜的人，其实就是发出一个信号，这个天下我说了算。这件事之后，嘉靖皇帝便废除了外戚爵位的世袭制。几年后，张太后的娘家人张鹤龄、张延龄两兄弟都被抓起来蹲了班房，
张鹤龄运气好，没多久就死了，张延龄却被长期关押，一直等到张太后死后才被砍了脑袋。谁都能看出来，张延龄就是用来折磨张太后的。嘉靖的报复心之重，可见一斑。乾隆皇帝后来在修御定《资治通鉴》纲目3编的时候，看到这个案子，也对嘉靖皇帝的做法真不以为然，说张服弑母之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可是嘉靖为了泄私愤而让无辜的人蒙冤死去，有失人君之体。此前大明王朝立国100年一直没有出现的党争，也因此自嘉靖朝开始逐渐上演，并由此开始了东林党与阉党长达半个世纪的明争暗斗。